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他结婚前答应我所有事儿，一件都做不到，还总有借口。我有我的难处，是他太自私了。我现在发现，我从一开始就被他骗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不断的给我画大饼。我是真的想跟他好好的过日子，我也在拼尽全力的给他好的生活，他怎么就不知足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翟先生40岁，来自北京，职员；金女士32岁，来自北京，无业。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哈，应该是新婚对吧？对。才4个月是吧？对。但这脸上怎么都是愁云惨雾的？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1年吧。你这个岁数结婚算晚的，40岁。他是离异的。离异。啊，您是？我是未婚。您要来是吧？是我要来，因为之前有不幸婚姻吧，然后父亲脑梗，因为我这事儿着急着的，然后我妈心情不顺，发生车祸，这2件事吧，对我家我认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后现在呢，我认为就是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他这个买。我之前怎么消费你是认同的呀？我之前是买了几千块钱的衣服，那个我还问他，我说我现在这么消费的话，你能接受得了我吗？可以养我吗？他说可以，没问题。现在我们俩结完婚之后，前段日子我买一件50块钱的裙子，我买到家之后，他看见那裙子开始骂我，说你那衣柜里全是那个裙子。你为什么还要买一件裙子呀？你好好过日子不成吗？而且我认为我的消费水平是正常的，根本就没有大手大脚花钱。你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是不正常的。你要结合我们的经济实力，然后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去看日出，寻找共鸣，寻找认可，去玩，去挥霍。然后咱俩已经结了婚了，他就是把我给骗了，因为我比他小8岁。然后他就为了把我追到手之前给我画饼，说什么啊，我能养得起你，能供得起你。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连50块钱的衣服都不能买，是吗？你总是强调这个，主持人你知道吗？他买了一块榴莲月饼，然后我吃了，他就拉着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然后我认为他这个人就是自私，就是因为这个婚姻法有一个冷静期，我们才没离成。我能不跟你离婚吗？你之前是怎么跟我承诺的？你之前给我画饼，你现在又怎么对待我的呀？我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呀？不是他画过什么饼？现在怎么对您？咱慢慢说。他就是说之前能养得起我，现在我们吃饭，我现在都吃不上饭。之前他为了把我追到手，每个星期去找我去商场里，我们能花费200-300块钱吧吃顿饭。然后现在结完婚之后，他连饭他都不舍得给我出钱。前段日子我们晚上回家时候，然后我说我挺饿的，然后我搜了一下那个地图上，看见一个吉野家嘛，套餐才47块钱，我就跟他说吃这个去吧。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这么贵，咱们吃不起，咱们得好好过日子。你是什么身份呀？你是嫁了大款呀，还是大佬呀？你就吃47块钱，咱们吃了10几块钱的那个饼不成吗？干嘛非得吃这个呀？主持人，我解释一下，因为是他刚买了5000块钱的衣服，我的收入就是3000块钱，您知道吗？然后咱俩要从长远上过，不能说你今天买。那你之前怎么对我的呀？不是你们结婚了不做饭吗？我们是那天出去玩去了，回来的时候就说在外边吃顿饭，他连50块钱他都不想出。而且问题是到现在我们结婚4个月了，现在连婚礼都没有办。就是因为他之前给我画饼，问我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然后我说我想要一个大型的中式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然后轰轰烈烈的，然后让我父母啊，让我长辈啊都有面儿。他说没问题，他说我给你办，他说花多少钱我花，然后到现在开始拖。这点我解释一下，因为我父亲就是脑梗，然后我妈被车撞上了，对方一直没赔钱，然后我妈医疗费已经花了80多万了，这点我确实承诺你了。但是呢，我现在确实经济方面压力也比较大，我也希望
望你能体贴一下。然后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呀？不是说不给你办，但是我先缓一缓，等我把执行款要到手了，然后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哦，你现在还画饼呢？我当时以为我就是这个执行款就能执行到位，但是后来他们一拖了5年，我没有意料到这个，就是他1分钱没赔，遇上老赖了。那我希望你缓一缓，我不是说不给你办，但肯定。你都缓多久了？我问你缓多久了？是我有些做的不到地位，但是你也同样有些做的不到位的。我是承诺你做婚礼，但是你对我父母这块又怎么样了？我这就是结婚以后我没事，我的确没少给你花钱嘛。然后但是你就是上周我有事儿，然后我出去办事儿去，然后我姐姐照顾我妈已经两天了，就是周六周日已经照顾了，我大概6点左右能到家，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说你过去能不能照顾1小时，让我姐早走会儿，因为我姐也是一家的人呢，人家底下也过日子，你作为儿媳妇露个脸，我面子上也有光你，但是她给我回不去。那是因为你之前跟我说，你说你父母现在这样不需要我去照顾，你就是好好的跟我过日子，你也过得能轻省点儿。哎，说这话，你这不是骗子吗？我比如哎，你就真是把我骗的。我拦一句，什么人会被骗子骗？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会被骗子骗的人，第一是贪婪的人，第二是贪婪的人，第三是贪婪的人。一个人不贪婪，不会被骗子骗的。骗子的骗术再高，我能守住我自己生活的底线，他怎么骗我？就是我想占便宜啊，占便宜不就是贪吗？哪个做儿媳妇的说公公婆婆有病，丈夫说了一句可以不照顾，她就不去照顾的。但是我过年过节也是买东西去看的。所以你的生活里就是钱嘛，我听到现在就是钱嘛。我先且不说你先生怎么样啊，至少我觉得，而且在资料上面您现在还无业对吧？对。为什么无业呀？那是因为我跟他结婚了呀。跟他结婚了就不工作了？跟他结婚所以就47块钱的一碗吉野家，您都要看他的脸色呀。但是他对我不止画饼，他对我父母也画饼。他追我时候，他能去那个超市里给我父母买3000多块钱的水果、烟酒、茶叶。他现在结完婚之后，我说我哪天回娘家，结果他去的是他姐那地里，顺点那什么冬瓜呀、那个花椒呀、枣呀，装个塑料袋让我拿回家去。现在拿这个敷衍我们。我觉得一个姑爷他周回家每次都不空手回去，然后我结合我的家境，我能让你这周能拿点花椒，下周能拿点玉米，我就觉得没让你空手回去。我这个姑爷礼轻情意重，我就觉得我惦记着他呢，我觉得我能过得去，然后我也能说得出去。那我问你，咱们结完婚，你给我父母花过1分钱吗？然后现在我一直在敷衍我，还有敷衍我的父母，跟你之前说的话完全不一样呀。包括之前我还问他，我说那以后我们住在一起，那个你是家务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分配的？他说那个我做饭，你洗碗，然后要么说那个我有空的时候你来做，然后你有空的时候我来做。他是这么说的。现在好了，现在是什么都是我做。他是每天一到家之后，把他那个衣服、裤子、袜子什么的随手一扔，遍地全是他的脏衣服，天天就在那儿玩手机，他也不带动会儿的。这脏衣服能一堆能堆半个月。主持人，我向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个我要工作，我每天都得去上班，然后2呢我要照顾我父母，3呢我还要去催我这个执行款，然后我还要去那边就他那儿照顾他，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确实我这边这个不收拾屋子，我确实我是我的错误，但是我这个也确实我这边也挺累的，我也希望你能够体谅一下我，就是我把这执行款要到位了，然后咱俩这个踏实下来，我觉得也就是这个。你为什么一直拿这个当托词呀？你现在什么都不干，那你之前为什么要承诺我这些？我现在还有证据，我有照片，你看看。现在他床上是这样的，你现在觉得正常一个正常人谁会住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口罩、那个袜子、口罩全都堆一块。我这确实是有点乱，但是我就是你看这能睡觉吗？包括我睡觉的时候都得掀开一个角，掀开一个空地才能睡。这点我确实以后我也意识，你说到了，我也意识到我的这个生活。所以你看，这是他的家还是你们共同的家？我们共同的。那怎么会乱成这样呢？就是他那个屋。
这我确实，因为我不管是什么，就是一个家里面，你一个女主人在这儿，你把这照片拿出来，因为我之前收拾过，但他每次都这么干，我实在是累的，我也没那心思。这个我认，因为我这儿遇到了事情，我得去那个取款，然后我就是导致我这些是有些累吧，然后我这个我向你承认，我以后我在生活当中我肯定改。这个你老是强调我对你的承诺，但是你对我的承诺，你承诺了，你做了吗？他承诺跟我说结了婚之后着急要孩子，但是我年龄大了，我就是想让他早一天那个生孩子。你结婚了4个月，你也没往这方面就发展。那现在怎么生孩子呀？你一个月挣3000块钱，买个奶粉、买个纸尿布、买个衣服都多少钱？你养我都养不起，你怎么能养这个孩子呢？我是兄弟3人，然后我父母养我们姐弟3人的时候我也1.8米，我姐弟也都是本科毕业的人，然后也都是健健康康的。只要你生下来，然后咱们不冷着他，不饿着他，不冻着他，我觉得就尽到了一个父母的责任了。然后就是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让他去自己拼搏去奋斗就可以了。你觉得你说的倒挺简单，再说我生完孩子之后谁带呀？你只要把孩子生下来，我这俩姐姐都不会袖手旁观的。主持人，您觉得我还会相信他吗？他现在之前那些给我买衣服、做家务这些都没有承诺好，承诺过，现在他还要让我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他说什么啊？他姐姐帮忙带。那我如果生完孩子之后你姐不带，我找谁去啊？我现在我已经当了一次傻子了，我还要再傻一次吗？之前你还说啊那个，现在你也知道你挣钱少，说什么之前谈恋爱说什么啊那个要不我兼职吧，我找第2份兼职，第3份兼职。你现在兼职了吗？后来我就说，那你要不找工作的话，你要不努力上进的话，那我就找一份吧。我找一份之后，后来第2天我们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你老公那个说你身体不舒服，不去了。合着后来我才知道，他背着我跟我老板辞职了。我就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为什么？因为我姐姐有亲身经历，就是我姐她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就是带薪上班，然后她早产，然后我就因为我亲自遇到了，然后我避免这情况，我希望你就是生一健康。那你这不是又骗人的吗？你照顾父母，你们3个兄弟姐妹都照顾不过来，你还指望2个姐姐给你照顾你的孩子呀？我觉得这女士什么都不对，就这个不要相信，在这句话你是相信对了。您怎么能这么说呢？但我认为就是应该。行，不吵了，这是结婚吗？你是通过婚姻改命了是吧？是吧？我之前就是嫁给一个王子，过上公主一般的生活。自己借一肚子给一男人，生出这孩子别人给带，你更过分了。你过分到什么程度？拿你妈的命、受伤的钱，来作为你未来生活规划的一希望，这钱好意思花呀？对方没有赔。对，所以你已经开始规划了呀。你能告诉我你第1段婚姻为什么失败吗？为什么这段婚姻给你家庭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因为我跟我前妻生了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男孩，然后养着他父母觉得非常喜欢，然后他家呢哥4个，然后生了7个闺女，他就想把这孩子留在那边，然后我父母不干，然后2家就是干起来了，然后法律院强行把这孩子判给他了。不是，你们又不离婚，为什么要判给他？2家打起来了，然后就是争夺这个孩子，孙子到底是我家的还是你家的？对，因为你家也重男轻女，对吧？生2闺女加1个你嘛。对。我不否定，他们就因为抢孩子他没抢过，然后现在要逼着让我生孩子。听明白了，这事儿你在婚前知道吗？婚前我是知道的。知道，你们俩这不就相当于做买卖吗？来，我接着再问啊，谈恋爱的时候追了他多久？1年，花了多少钱？7、8万吧。他没花多少钱，实际上他把我当银行，把这些钱存到我这儿，但是又不让我花。然后我每次一花钱，不是你们道理谈恋爱，因为我听你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买3、5千的衣服，你都说可以，是吗？对，那会儿我有工作，是花的是我的自己的钱。就是说，您过去自己的消费观就是这么个消费观。对，我觉得我消费观是正常的。啊，正不正常那是您自己的事儿，我们没有资格去做判断。所以这个男生给你承诺了太多经济上的东西，是吧？对。所以你们的婚前承诺其实很简单，在我看来像一场交易嘛。男生的承诺是我给你钱，女生的承诺是我给你生孩子。我不否定，但是我期待一起走下去。我还想说一件事儿，更过分的，这只是画饼而已。现在我们结完婚之后，我发现他人品有问题。
每次吵完架，他都在跟好几个女的在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对这段婚姻寄予了很大的美好的愿望，我希望他很幸福，但是这个落差很打脸。然后你分明是觉得落差很打脸，我去跟别人探讨一下，我应该怎么做，我或者应当怎么把它导入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我的婚姻才能够幸福。我跟你分明觉得我现在不想给你生孩子，你想立马去找下家。我就是探讨人生怎么解决，然后你想赶紧找个别人接手，所以我把他带您这儿来了，我就希望您帮我梳理一下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您提出离婚了，对，为一块月饼，榴莲月饼。他如果现在不这么对我的话，我不可能突然间这么有怨恨吧。再说他身为一男的，比我大8岁，为什么在车上面跟我抢呢？就是你想吃那块榴莲月饼，他吃了，是这意思吗？对。想好离婚了是吧？我只是希望就是各位老师帮我们提一些建议，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如果我说双方都有问题，是不是有点像抹稀泥，对吧？如果我说在这个就是一段婚姻关系允许各取所需，对吧？就是我对结婚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你也对结婚有个美好的盼望，我们允许在一段婚姻当中各取所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还有那句话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如果失去了这个道，那这个各取所需看来就不太合适了。最后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您确实跟其他的女性开始聊天了吗？我就是很失落，然后我就探讨一下，我应当什么？应当怎么走下去，维持下去，然后或者把他的维持什么？把他心挽回来，或者不要孩子行不行？想要。好，第二个问题，如果他生不了，你还跟他过吗？我们之前已经做过婚检，然后我也认可他的结果。他要不想给你要呢？客观上面他的身体能要，主观上面他不想给你要，这孩子你还要不要？但是您是嘉宾，您有一个社会的正能量，他是想要孩子的，我是希望您以正确的引导他呀。一个女性有独立的生育权啊，我们引导人家什么呀？我希望您给他引导一个正能量，然后劝他。啊，行了，我们理解了，行了，这我不想跟您说什么了，挺累的。说白了就是在恋爱期间的时候，男生倾尽财政的权利在追逐这个女生，以表达他对她的爱，这个我的理解对吗？对。在婚后，男生说我们要过日子了，女生发现要过日子，这个日子跟自己想象的日子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日子，对吧？是男生在恋爱期间所表现出来的财力与婚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反差和不匹配，对吧？认可。第三，女生认为男生一直是给自己在画饼，对吧？对。所以你相信了这个饼，现在因为这个饼没有吃到，所以女生说，既然你没有兑现婚前对我的承诺，因此婚后我也不会兑现我婚前承诺你的要一个孩子，是这样吧？是不是这样吧？是这样。第四点，因为生活琐事，核心的琐事是女生过得不如意，男生过得也不开心，对吧？所以女生因为一个很小的一块榴莲月饼谁吃谁不吃，而向相关机构提出了离婚的申请。事实是这样的吧？因此男生今天来这个地方是想通过我们帮助女生取消离异的想法，进而让我们说服这个女生去生一个孩子，是这样的吧？老师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听一听。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吧，如果你的老婆帮你生完孩子，今天你就高高兴兴可以回去了，问题解决了，对不对？那孩子生出来了，他还是对你的承诺因为没有实现不满意，把婚离了。您是这么认为的？我假设，那有可能他真的有一天铁了心了，他要和你离婚，孩子判给谁？还得判给女方，别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我想说的是，要生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支持的理由，但是咱得把主要问题解决了，不是先生了孩子，然后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女方她的承诺都实现了，她曾经答应过你花的钱都花了，
包括那边所谓的追来的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全部花在这婚礼上。哎，他说到做到了。但后面呢，妹妹想过没有？他就3000块钱，您最终可能再想吃那47块钱的东西，还是吃不到。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么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男方啊，我认为啊，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首先建立在你们俩感情好的基础上，过日子基础上，剩下的事情都是白谈。摆在上面的，你们俩目前的感情，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讲，我头一次在婚内，然后我这么强烈的意识，赶紧分开吧。但是，我又另外一种声音，我说你俩还在一块儿吧，别用这样的思维去祸害别人了。如果你们俩如果不能清醒的话，不能有自知，靠别人，最终都不靠谱。我的观点，两人各自赶紧就拜拜，从中找到经验。好好的去规划下一段的生活，别彼此耽误了。也再奉献一句，今后也再别去坑害别人。其实你们讲述过程中，我还是挺惊讶的，挺震惊的。就是两个完全没有意识说自己在做的事、说的话是那样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何谓不忠？你在感情上对他从头到尾都是欺骗，用金钱换取一个年轻女性跟你结婚生儿育女。如今只有一个借口，说我钱还没要回来，我钱要回来我就给你那样的生活，从头到尾都是欺骗，不孝。你能跟自己未婚的这个女朋友说，将来你进我们家门，我瘫痪在床的母亲、生病的父亲不用你照顾，你的妻子不用和你一起尽孝道，而你自己又有多少孝？你的姐姐帮你分担着照顾父母的很重要的责任，你还说我要生个孩子，媳妇儿你不用管，让我的姐姐去管。对上也是不孝的，将来生了孩子，你也不会尽到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不仁不义，过门以后不去照顾他的父母，自己不去上进赚钱，就瘫在家里等着他来喂养你。3000块钱能供养得了你吗？你还大言不惭说你连我都养不起，你还能养得起孩子吗？你要他养吗？你对他的父母、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都不仁不义。你们俩之间从头到尾就不是一场相爱而进行的结合，全是在算计他能不能婚后养我，他能不能给我生个儿子，他能不能进我的家门之后怎么跟我共同，我养个孩子他就听话，不要去上班。你们没有爱做基础。女生，我劝你一句，不管你离不离婚，首先不要把幸福寄托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你要把这个思想从根儿上就断了。幸福在自己手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去好好做一个爱自己的女人，才能收获幸福。男士，我送你一句话，人不怕穷，3000块钱我们一样可以一家三口过得很开心。人穷不怕，怕的是骗，穷不丢人，但是说大话、画馅饼，给别人不可能实现的期许，这就叫骗，骗丢人。所以好好生活，脚踏实地，3000块钱也能过好，3万块钱你不会过，一样过得很差。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踏踏实实给到对方我们能够真正去过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男人的责任，一个男人的担当。踏实做人吧。你就是一个生育机器，你不生就有别人生。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来到这个节目，就是你的最后通牒。它特别让人愤怒，但你更让人生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能够大言不惭地站在台上说，我嫁给了你，你就得养我啊。什么年代了？你爸妈花钱培育你这么多年，让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嫁给一个男人，让别人养你吗？一个月挣3000块钱的男人，你问他，你能养得起我吗？这个问题用问吗？一个男人他的家里面，爸爸生病，妈妈生病，你不去照顾还有理啦。第三，一个男人背着你就直接跟你的老板去对话，你不觉得这事儿可怕吗？他做这件事的目的，他刚才只说了一半，他说怕早产。
我说你现在还没怀上孩子呢，我知道他下面想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安安心心的当一个生育机器，完成你的使命就可以了。你嫁给他还想吃香的喝辣的，还想买5000块钱的衣服，婚前表现的那么完美，是为什么？骗你好快点结婚生孩子呀？结婚才4个月。就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在这儿跟他计较婚前对你什么样，婚后对你什么样呢？你有脑子吗？你对自己负责任吗？已经等到32岁的年龄才结婚，为什么不擦亮眼睛好好选个人呢？为什么一结婚就辞职呢？手心朝上管人要钱的日子好过吗？我一句话都不想说，因为无法对话。但是我想叫醒的是你。但如果你跟他是一类人，那我只能说是对牛弹琴了。但是我想你还年轻，我想你今年才32岁，我想你还可以重新开始。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结婚是为了找一个人养你，找一张长期饭票的话，那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谢谢。我就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如果这个姑娘啊，她真的起诉离婚，非要跟你离婚，你会不会找她索赔，拿回曾经你为她花的钱？我们俩之前是真实的感情，我只能回反应，过了也就过了。姑娘，你要跟他起诉离婚，你得做好这准备，他是有可能跟你索赔的。你以为你花了的钱就是你花了吗？我问他这个问题，他连一点点的惊讶都没有，这玩意儿是想过的。你看他笑了，明白了吗？我是希望您劝和，没想到您给我劝离了。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劝离，我是在告诉他，我是苦笑，我是在告诉他，你看，如果你离婚有多么大的风险，当然。你进入这样一段婚姻其实是挺活该的，为什么？贪婪嘛。所以，今天你落到这一步，我建议你好好的思考一下，好好的想一下，就这样。儿子给抚养费吗？判700，那就是说你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是2300块钱，对吧？现在最大的困难和阻碍是女生过不了那个被骗的坎儿，对吧？因为过不了那个坎儿，所以对未来看不到希望，而男生因为做的承诺太多了，女生又无法再次相信承诺，这是你们婚姻碰到的最大问题。所以我给你们总结出几点：一，2300块钱够不够2个人未来的生活？二，如果我们的感情修复了，有了孩子，孩子的抚养怎么抚养？三，长期的生活下去，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有一个怎样的规划？父母该如何照顾？四，孩子上学以后，应该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教育问题？4大问题你们想清楚了，这婚姻的难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女生想明白啊，她就是这么个条件，想跟他风雨同舟，好，对吧？你说因为你骗了我就过不了这个坎儿，我也吃不了这苦，我翻身就走，也没人责怪，看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有一点，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靠自己努力去拼来幸福。这话也送给您吧，靠自己努力拼来幸福，幸福是拼来的，幸福不是躺着来的，不是咱嘴说出来的。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真景瑜，我非常感谢你能在人生的路上选择我，也给我一次机会，我也比较非常感谢你。然后，但是我希望就是以后咱们今后的日子，然后你能够把这个生活标准降低一点，我们开源节流，然后我认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以后我也会加倍努力，
然后我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会好起来了。然后至于这个孩子，我无所谓男女，你只要生出来了，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后会能把我们牢牢的拴在一起，然后一起一生一世。我觉得我们能够一点一滴的幸福起来。然后我希望你给我机会，我觉得我们能够幸福的。那我再考虑一下吧。你看这多好，事儿都说明白了，要跟我在一起是要过苦日子，对吧？但是苦日我们能过出甜滋味儿，你愿意来，咱就继续。我这话理解的对吗？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于老师预测一下，预测的结局是男出女不出，男出女不出。来吧，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你们关键看女生，男生是没有任何悬念。这个他的态度。哎，我也特好奇啊，就是我最后还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发自内心的想问，就是你当时既然决定要选一个在你心目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个贤妻良母吧，那你怎么会就是给女生开出了这些条件呢？不照顾父母啊，不这不那呀，你怎么想的呀，兄弟？老师，既然我失败了，您还有必要去探讨一个失败的这个的回复吗？已经没有意义了。不是，我问你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下面你想重新开始的话，你需要做哪些调整？当然你觉得没必要了，那就是我废话了，对不起啊，对不住。来，谢谢您，请回。走的方向不对，往那边走。哎，我是想告诉他，你应该找一个接受你的一切，并且愿意跟你风雨同舟的女性，这样你才会找到幸福。来，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太抠门了，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我可以伺候他，但为什么还要伺候他的朋友啊？他什么都要和我斤斤计较，就是不够爱我。我觉得我就是他的工具人，做什么都换不来他的笑脸。他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我这个男朋友。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陈22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小刘24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有多高啊？1.88米吧。好高啊！谈了几年了？1年多。来说说吧。就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理想中那种比较完美的男朋友。也是我们的感情一开始也是我理想中比较完美的感情吧。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越来越抠门，越来越斤斤计较。真的是因为我抠门嘛？我觉得我在他那永远都是一个工具人，就是他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他心里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那咱们这样啊，女生说男生抠门，男生说女生把他当工具人，对吧？咱们先把这两个大问题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抠门吧。我为什么说他抠门呢？就比如说之前我跟我朋友们还有他，我们几个一起吃饭，然后我跟我的闺蜜们点餐的时候，我们问他饿不饿，他永远都说他自己不饿。我就是不饿呀。但是等我们点完了，付完钱了，坐下开始吃了之后，他又突然说：“哎，我又突然有点饿了，我再去点点吧。”他就是怕我们让他一起请客。你这个啊。
解释一下。当时我本来就是不饿，但看他们吃，我就后来就饿了呀。你怎么就说？对啊，你怎么就说我抠门呢？但是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再比如说，我们好多朋友一起去酒吧玩嘛，其中有几个我好多年没见的朋友，他们就想叫我男朋友出来看看我男朋友怎么样呀。他就为了不买酒不请客，然后他假装自己酒精过敏，跟所有人都装自己酒精过敏，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嘛。他买了一桶那么大的水，就坐在角落里，然后这样吨吨的喝。别人问我，这个人是你男朋友吗？我都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不是酒精过敏这事儿不丢人啊，不是抠门啊。但是他不过敏，他事后跟我说他怕买酒，所以说自己酒精过敏。当时我本来就是大学毕业嘛，我确实也没太多积蓄，但是他每次都让我请他那些朋友，他老是在意他朋友那种感受和想法，你知道吧？不是，我觉得我谈恋爱了，然后大大方方的请朋友们吃饭。那我没必要在你朋友面前打肿脸充胖子吧？我也没让你每次都请，而且你请一次怎么了？就是因为你老不请，所以我特别想让你请我的朋友们吃一次饭，这样我也比较有面子。我觉得那些钱花在咱俩身上，不比花在他们身上值一点吗？哎，我喜欢你这态度。但是他要是真花在我俩身上也行，他根本就对我也是这样。他对我也是这样啊。比方说。有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想吃桃，然后他说行，那我去给你买，我就还挺我买了呀。对他买了，我还挺开心的。结果他买回来，我一看，那么大袋子里面就装了2个桃。买多了他也吃不了，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家水果本来就多，他每次都吃那么1、2口，然后他就放那就坏掉了，我就怕浪费嘛。然后后来我们因为一些别的事情发生了争执，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之后，我过了一会儿出去一看，2个桃还剩1个，他拿走了1个还。本来就是1人1个啊。这姑娘无言以对啊！我就是觉得吧，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我们吵架的时候，他永远不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吵架，而是总是在意这些事情。好。然后第2天我在家吃饭呢，我听到他输我们家密码锁的声音，我就觉得他肯定是看我不理他，他来道歉了。结果一开门，他戴着帽子，戴着口罩，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我，就鬼鬼祟祟的那种样子，然后走向。我哪鬼鬼祟祟了？反正就是走到了我家厨房，然后打开了冰箱的门，然后他拿走了我们前一天晚上出去吃饭打包回来的剩菜。那个剩菜本来就没人吃，而且每次都是让我吃。但是他明明都到我家了，我生气了他也不哄我，他在意的是那些剩菜，不吃会浪费。那我进去拿菜不就想找个台阶下吗？我看你理不理我，跟我说不说话吗？你当时根本就是为了拿菜而拿菜，而不是为了来哄我，你根本就不在意我生不生气。而且他平常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斤斤计较而且很抠门的一个人。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联系，然后他看我朋友圈定位，我去了北京，他就自己输密码进我家，拿走了他一个戴了1星期他都不摘吊牌的帽子，因为那天是7天无理由退换的最后一天了，所以那天他必须得去我家拿。那个帽子本来就不合适，他再不退就退不了了呀。可是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我的重点是他告诉我一声，我肯定会把帽子还给他，但是他也不跟我说，也不给我发消息，他就自己偷偷的进我家把那个帽子拿走了，我就很生气。然后之前的时候我说我想吃一家外卖，他一开始说要给我点，我还挺高兴的，结果他突然又改变主意，出尔反尔，我就很生气，我就把他的手机锁在我的房间里，我把他关在门外边，我就说你不点的话，那你就别想拿到你的手机。然后他又改口了，他说行，我给你点行了吧？我就心软，我就把手机给他了。他拿到手机的那一刻，1秒变脸，他说我凭什么给你点？就这种态度。不是，那你怎么不说前面啊？是他先点了一份外卖，然后他还想再吃一份，他想尝别的家是什么味儿。我说咱已经有一份，因为他每次都是吃那么1口就不吃了，然后那一盆他就浪费了，你知道吧？我觉得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但是我前面点的那一份外卖根本就不好吃，你再给我多点一份怎么了？就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就这20-30块钱还要计较吗？那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他说他冬至他想吃那个饺子，完了我就寻思我给他去买，当时天还特别冷，我就把那个饺子揣我怀里，我还怕他吃到凉的。等他下楼之后吃了1口，马上就扭头就走。我当时为什么走？是因为我最讨厌吃猪肉，我跟他说过1万遍。结果他那天买的是猪肉大葱的饺子。我不知道那是猪肉啊，我当时就那一家店了，我就。你买的你能不知道那是猪肉大葱馅的饺子吗？如果你当时跟我说的话，我还去给你换的，什么都没说，你直接扭头就走了呀。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过架了呀，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件事情你既然做了，你就应该把它做好，而不是像敷衍的完成工作一样去做这件事情，对吗？就还有一次，香水那次。现在进入男生反诉时间啊，听明白了？对，就香水那一次，香水怎么了？他过生日，他想要一款那个香水，但那个香水已经在国内就买不到了。然后我就托朋友去国外去代购那款香水，然后我就送给他了。第2天我就逛那个二手平台嘛，我一看他把我送给他的香水给卖了，
不是，我当时为什么卖这个香水？是因为我跟他说的是我不知道他已经停产了，所以他买来的时候保质期也没剩多久了。我一看这保质期到了，我用不完就浪费了，所以我就挂那种二手平台上给卖了呀。而且你既然说了是你送给我的礼物，那它就是我的东西，我怎么我送给你的礼物，我是送给你的是心意，你把我心意挂二手平台上给卖了。但是我也很感动呀，但是出于现实的角度，我确实就应该这样做。它马上就过期了呀，而且你送给我了，就是我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这我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人啊！哎，好，我这弱弱的问一句啊，这么听下来，这小子也不抠啊，该花的时候人家也花呀。对啊，那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哦，我很无语，你知道吗？很无语。香水这事就算了啊，就送戒指那个事呢，他把我送给他的戒指给扔垃圾桶里去了。你怎么不说我那次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他刚送完我戒指没多久，他就和一个女生去淄博玩了。当时淄博烧烤很火嘛，他就去淄博吃烧烤了，而且有说有笑的。然后那天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家，是我朋友看到了之后拍照发给我，我才知道的。那我是去工作了，去出差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自媒体嘛，搞拍摄的嘛。那你没必要骗我呀。我跟你讲真话，你会信吗？你直接就把我拉黑啊！而且他总是这样，每次就是跟女生有那种不清不楚的事情，都是借着工作的名义。哪里不清不楚了呀？我就觉得你和女生特别没有分寸感，特别没有边界感。他总是公共场合光明正大的看美女。看美女难道还要偷偷摸摸吗？啊！我没看。不是看也很正常啊。他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所有的男人都会看美女。有一种男人就是偷偷摸摸的看，那叫猥琐男；有一种男人他会光明正大的看，那才是内心坦荡。不是长得好看，我看一眼怎么了？可不就大大方方？可是我在旁边啊。那我跟你出去，他就恨不得我戴那个眼罩，一直盯着他出门，我就不看路呗。可是你看的根本不是路啊！有大长腿路过的时候，你眼睛都恨不得粘人家腿上。哎，这恋爱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我要求。我完全的占有你，挺正常的。而且他总是提他前女友，就动不动就说什么我前女友当时是校花，多么多么漂亮，那不就是在阴阳我吗？我只是给他分享一下我当时的一些日常。你脑子坏了吧？不是，他还老问，然后我就觉得我给他分享一下呗，分享完之后好了就生气了，又把我拉黑了。就是他先给你设这个陷阱是吧？然后对，他就挖个套让我跳进去啊，因为我本来做这个行业的，你知道吧？而且我每次出门打电话。不是你到底做什么行业的？自媒体吗？自媒体你做哪个垂项嘛？他拍和女生谈恋爱。啊？我只是每期就出现不同的，我去演一演啊。哦，演的是情感故事。哎，对，一点都不理解我，你知道吧？就我每次在外面拍视频的时候，就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骂的还很难听。因为他拍的那些东西我真的很难接受，我就跟他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拍视频的时候，你去牵人家的手，你去和人家有肢体接触，你去叫人家宝贝儿，我很难接受。我来问几个问题啊，用一个词形容你现在恋爱的感受。憋屈、委屈。同样用一个词形容你的恋爱感受。很矛盾。接着再问啊，给分手一个理由，好不好？好难哦，虽然憋屈，虽然委屈，来给分手一个理由。就我觉得，如果我提出的问题他不能改变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哦，改变才能继续，不改变就分手，是吧？给在一起一个理由，男生。我觉得他如果还是一直把我当工具人去使唤，我觉得也。他没有把你当工具人，听来听去不就送了个饺子吗？咋还当工具人了呢？不是他，你感觉是这样？不是他从来没给我打过，就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都是他出游，都是我跟他打电话。然后有一次他好不容易给我打一次电话，他说他想我了。然后我寻思那个他想我了，咱就直接就过去了，因为当时还在工作，我就直接开车去他家找他。然后到那之后呢，我发现他是跟一伙朋友一块玩那个棋牌，你知道吗？就是4缺1的那种。不是这个事情，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当时是想叫他来一块玩，因为大家都找了自己的男朋友，但是他们男朋友有的有事来不了，有的有工作什么的。如果他过来了之后，我的朋友们也会觉得他对我很好。不是你老说你朋友们，我朋友的意见也很重要啊。啊？我好，委屈的哟。我以为你想我，去了之后发现。原来是让我来陪你玩个游戏，是吧？哎，你还为他做过什么，让你觉得你是个工具人？上次送包那个事儿，送什么包？因为他当时那个包丢了，就他不管不顾，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包丢了，让我去给他找嘛。然后他就跟朋友去玩了，去玩之后，他的包丢了，他不找。对，他说他当时还有跟朋友有事有急事，他跟朋友们去玩，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包丢了，你帮我找一下吧，找了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当时在那找了1天，我给他找到了，我就给他送过去，我把。电话我给他打了2个电话，他就是一直不出来。他说我正玩呢，他说一会儿过去，我就在那等了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吧。
然后他才出来之后我就把包给他，他就是二话没说，不说了一句话，说了滚吧，然后就拿那包直接就又扭头就走了。那我是无缘无故跟你说这个吗？当时我的包丢的时候，我正在帮我朋友搬家，我朋友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有很多的东西要搬，然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找包，所以我才让她帮我找的。然后她找到了送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当时我看她开车来的，我就想着让她顺路去捎我闺蜜一程，因为我闺蜜一个人搬了2大箱子。结果她当着我闺蜜的面，她说了一句什么？她说了一句：“这个箱子太脏了，不能放我车上。”我觉得很尴尬。因为她那个闺蜜经常会诋毁我或者怎么地的，我觉得没必要咱帮她忙啊，而且她不有男朋友吗？凭啥让我送回家呀？说得好啊，说得好。有一个问题啊，姑娘，为什么你闺蜜劝分的事她都知道呢？她老看我聊天记录。看是吧？我没看她聊天记录啊，因为当时我在现场，然后她非得让人评理，对，她非得让人评理。所以就是你们俩的恋爱，你感觉在跟很多人谈是吧？哎，对，我就觉得我是大家的男朋友。而且我就是大家的工具人，就他们就随意指使我。现在你已经工作了是吧？哎，对，我已经工作了。你呢？我也是。你做自媒体是吧？你呢？桌游类的。反正在一起待着也比较难受，让你们分开呢也难受，是吧？好像这个女生分手的心情更迫切一些。每次她都是这样。是因为说你的朋友认为你的男朋友不好，还是说你自己觉得他？我有时候也很混乱，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跟他沟通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他都是嘴上说的好好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又是以前那样。不是，那你希望他怎么样呢？我希望他能一些事情别和我那么斤斤计较，就大度一点嘛。就比如说我朋友让他帮个小忙什么的，他就是能帮的就帮一帮，不要是走神。我怎么发现你从来没有对他提要求，你提的要求都是让他去帮你的朋友？因为他对我觉得还可以吧。也就是说，他在对你这个层面，你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也不是，也不是。你真的不害怕说你的闺蜜喜欢上他吗？就是他如果真的老去帮他们，或者施以援手的话，他觉得我比较老实，我不会那样的。也不是吧，我闺蜜们都有男朋友，然后我就是朋友比较多，然后我基本每天都跟我很多朋友在一起。所以她的性格不太能够融进去，是吧？是有点儿。这个实际上面就是最大的一个差异了。哎，想过你未来的这个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就是大度、大方，然后幽默，聪明。说白了就是嫌这个男生不够大度嘛，其他好像也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哈。来说说你的完美女友。温柔一点，然后善解人意一点，然后就可爱一点，然后就是有趣一点。他差哪儿？他就是差善解人意，我觉得。今天老师们的意见重要吗？重要。重要。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个恋爱当中的磕磕绊绊是在所难免的，但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去解读这件事儿？我听到女生的解读呢，其实也是挺小心眼儿的。和对方的抠门是同一个逻辑，因为在很小的事情上你揪着不放。如果你说你男朋友抠门在经济上的话，那你是在心理上的抠门。你们恋爱有1年多了，而且整体上呢你们又很满意，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不满意。这个时候我认为女方的解读就有点是过度解读，或者在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叫加戏了。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包容度的话，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障碍，你们的解读可能都让你们过不下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男生的抠门，我认为在某种角度讲对你来讲是安全的，他是真心的、专一的，是专注的在和你谈恋爱。而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闺蜜圈子可能占多部分，它只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他和你谈恋爱其实是很专注的，是安全的，不像你说的和别人演戏，然后拍个片儿就可能移情别恋了，不会。有一天你移情别恋了，他都不会。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解读的话，永远是有2方面。另外一个，男方呢，如果你真的爱他，要尝试融入到他的圈子。如果你要跟女人在这小事上斤斤计较，所以我们就说这不像个男人。
啊，大概意思就是男人呢尽量粗一点，女人呢偶尔细一点，这是从某种角度性别不同啊，或者叫物种不同，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如果你进入到那个圈子以后，那在我看来，这个你原来的那个所谓的抠门，在某方面来讲是个勤俭，是个好习惯，但是在心理上的计较，我认为就不好了。如果两个人都在情绪上计较，我认为就走不远了。目前看呢，你们分手是不可能了，但是这个问题得解决，好吧？男生说你希望女生善解人意，其实你最差的一点就是你不懂得善解人意，情商不高，有时候太直。情商不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不去思考别人，我们不去替别人着想，我们不善解人意，对不对？你如果换个角度去想对方的感受的时候，你的情商自然就提高了。所以像你的女朋友说我的闺蜜搬家需要烧一程这么一点小事，你却因为说箱子太脏了不能放到车上，你驳了她的面子，也让闺蜜对你有不好的印象，你这样的方式不划算呀，对吧？你维护了自己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得罪的是2个人，日积月累就是女朋友对你的不满意。女生，你说你喜欢的男生是更大度一点，更包容一些，但实际上你最缺乏的是大度和包容。我的感觉是你不够喜欢他，所以你会在这些细节上挑他的毛病，所以你不能大度的包容他。选择权我觉得在你，喜欢就包容，觉得不喜欢就祝福彼此，这就是最好的爱情，也是最好的结局。谢谢。男朋友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晒的。非要在闺蜜面前表现一下，哎呀，你看我的男朋友多么体贴、温柔、细心，不要做这样考验人性的事情。不要觉得自己的闺蜜永远就是你的死党，你就不怕你的男朋友被闺蜜抢走吗？如果你真的不怕，那就证明不爱呀。我只是为了让你来满足我的虚荣心，在我的闺蜜面前能够秀一秀，看我男朋友多好。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故事，说这个智慧的这个犹太拉比，在看到一个年轻人吃鱼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鱼啊？”这年轻人说：“因为我爱这条鱼。”然后拉比就说：“你爱它，就把它捞起来，然后吃掉吗？”所以有太多的人都是打着爱的名义，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个时候明白，你追他可能会觉得你想要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佐证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在乎我，到底有多爱我。但是时间长了，你就忘记了，我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要考验他？想清楚了啊，就这样。姑娘，今天你男朋友是一个特别爱社交的人，他身边一群男男女女的朋友，整天拉着他出去喝酒，出去干嘛？每天他没有时间陪你，天天陪他那些朋友，而且他那些朋友特别不喜欢你，每天在他耳边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结果你男朋友让你去给他那些朋友买酒，你愿意吗？让你对于他那些朋友大度一点，你愿意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现在你男朋友，你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觉得他脑子里面就一句话叫“人间不值得”，就是人间不值得，你知道吗？就你是他的人间值得，但你那些朋友不是。我不是说你那些朋友不好，但是你硬生生把你那些朋友打造成了你男朋友的人间不值得，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刚才才问你，为什么你男朋友会知道你那些闺蜜老说他坏话？可不就是你们自己打造的吗？如果是当面说的，那我只能说你那些朋友那些闺蜜真的很不尊重人。一个男的跑到你们这边来说啊，跟你们社交跟你们玩，结果你们一堆人在怼他，说他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凭什么？凭什么？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也要明白一个事儿，你真的需要有那么多的朋友，你真的需要爱你那些朋友超过爱你男朋友吗？这就是我们在社交里面的取舍，以及情感生活里面的内外的取舍。我不是说不需要社交，每个人都要朋友，但是所谓的朋友，至少他能够理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男人，他至少能够通过你的喜欢，能够感知到这个男生他对你的好。
这是最基础的理解嘛。他没有什么抠门的地方，我不觉得有什么抠门的地方，非常正常的一个独立男生，在自己经济条件下，已经对你做了他能做的所有的一切，他能够给你去买限量版的香水，能够给你把饺子送到你家门口，能够给你买2个桃子1人1个，特别美好。如果你连这种小小的美好都感知不到的话，那你不是对于这段感情感知不到，你是对于感情本身你失去了感知。所以不要再要更多了。至于你，我给你一个建议，原谅他那些朋友过去对于你的冒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再试一下。如果之后继续冒犯你，我觉得你保持现在的态度没毛病，就这样。我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至少我听他那些朋友的这个表现和表达，以及他现在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融不进来。即使他们接纳了他，他也会融不进来。所以我倒觉得就是有点像完美错过，外人看得很匹配的，该有的都有了。这段恋爱多好，我们听起来有温馨，有浪漫，有情侣之间该有的争吵，又有这种平等和独立的2个年轻人，就挺平等、挺独立的这个恋爱谈的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其中并不快乐。所以这是爱情最怪的地方。别人都觉得特别好，好登对好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恋爱当中的2个人无法去感知那份幸福，这大概就是最大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觉得听了评委老师和主持人的意见，我觉得确实应该先停止当前的这个争吵，我觉得应该自己先冷静下来，因为我觉得再纠缠下去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我觉得刚刚老师们说的都对，我确实有我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如果2个人要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怎么爱自己吧，先学会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我觉得要不再多考虑考虑吧。就是你怎么可能让骄傲的人低下骄傲的头颅呢？对吧？哎，谢谢2位，请回。这一对的悬念就比较大了，猜一猜。毕竟还年轻，其他地方还不错，所以出来的概率比较高，双出。我觉得男不出，女出，双不出。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年轻就是骄傲嘛，但是这个我觉得恰恰是好像这一对恋人我们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恋爱当中还是保持了自己最本真的东西，没有因为一段爱情而掩饰什么，这个就是受不了。因为当一对情侣可以这么理性的对话又这么年轻的时候，反正在我看来就是没那么爱了。谢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